你给它打开之后，很好的移动的存储空间，这个小挂钩特别的有用。总之，你能想到所有电子的东西，全都塞得下。上飞机之前是怎么称重箱子？很好带，他们一出新款就想买，尤其你怕碰怕撞的这种精密仪器，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包。里面就像那个拉手风琴一样，它一人有一个夹，跟折叠就很小。卷发棒什么太烫了的话，你就可以那这个呢是这样翻，感觉科学一点，就是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小包去。Hello， 今天是一期旅行好物。掐指一算，我上次做旅行好物居然是2年前。经过这2年的 travel， 我有一些心得。那今天这一期呢，主要是上一期的类似的补充吧，而且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那种你的旅行中有它没它绝对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衣服的 organizer， 这是新秀丽的，其实很多品牌都有出，LV 那个太贵了，我觉得新秀丽的这一款是在这里面结合它的功能性、实用性、易变程度以及价格最合适的。你看啊，它有个小挂钩，你给它打开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挂到那个宾馆的衣柜里面。就你把那个衣服叠得好好的，然后你到了宾馆之后吧，首先它挂钩可能不太够，然后你就要频繁的在这个衣柜的挂钩和你自己的箱子之间来回的流窜，因为有的衣服在这儿，有的衣服在那儿。它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移动的存储空间。然后上面不是好多格子吗？这格子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品类塞衣服。然后呢，底下呢，这是一个拉锁的。最神的是，就是它整个撑开之后非常大，它一折叠之后呢又很小很扁很好带。虽然它本身有一点点重量的，但是呢它给你带来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就如果你是短期旅行 carry on 的话，你放到那个随身的箱子里面也挺好放的。我看有的人是这样，就是先把衣服塞到里面，塞好之后呢，你把它折上之后放进去，然后你到那时候再拿出来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因为呢我的东西可能比较多，到了宾馆之后再现塞，这可能比较适合。OK，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这个东西是那个磁吸的小挂钩，这个小挂钩特别的有用。我们去宾馆的时候就是一定有那么一个困扰，就是好多东西你没有地方挂。比如说如果你之前买过我推荐过那个 Bag Smart 那种可以挂的化妆包啊，或者是大家身上小背包都非常多，它就是一个磁吸的，很好用。只要是你看宾馆里面有一个那个能磁吸的地方，你把它吸上去巨能挂。不要看它小，承重非常的牛，基本上所有的你能挂的东西你都可以挂在上面不掉。你多放几个挂钩之后，你可以挂帽子呀、挂衣服呀、挂箱子呀、挂背包。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你不要把它吸到一个不好扒下来的地方。我刚买的时候我就把它它吸到了我们家那个楼梯的扶手上，然后就再也摘不下来了。它现在还在那个楼梯扶手上。OK，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称重量的这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我觉得也是特别有用。我不知道你们就是上飞机之前是怎么称重箱子的，我们家就用一种非常笨的办法，就是我老公先站在那个秤上，然后拎着那个箱子，再减去他的体重。非常笨办法。然后呢，有的时候他还会算错，我也不知道他作为一个博士他怎么好意思的。超重之后又很麻烦，又要花钱或者是拿东西嘛，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方便。你可以选是磅、是盎司还是千克，就你先调好重量。我觉得就磅就比较好嘛，就是50磅，不要超50磅。你把它这么一拴到你的这个箱子上称重，很准，而且很好带。我建议大家带着，因为有的时候你旅行出门的时候，你可能买吧就买多了。当你发现买多了的时候，你就可以扔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居家旅行必备。然后来说一些收纳的好物，首先是这个 Peak Design 的这个小包。这个小包因为我当时发了一个短视频，在 Shorts 上还有小红书上我都发了，很多人说这个小包真的太好了。我所有的电子产品全都在这个包里面，就你不要看它小，它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好。就科技圈、摄影圈、设计圈都很火。它里面设计的不要太科学，基本上所有你能想到的跟数码产品相关的东西，你再小到那种大疆的 ND 镜啊，什么那种 SD 卡呀，或者是很细小的线啊，总之你能想到所有电子的东西全都塞得下。这是 Small， 还有 Extra Small， 我觉得 Small 号是最常用的，它本身还是防雨的。总之就是它各种实用性强，我觉得市面上找不到替代，非常推荐。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介绍了这个就是充电器嘛，这充电器真的超可爱，插一句太适合旅行用了。因为我真的出门我不想带那么多充电器，就如果你用电脑啊或者 iPad 的话，需要给力一点的话，它是100瓦的，你带上它你就不用带那个苹果那个死老大的充电器了，然后又很好看，就超级可爱。他们家每个颜色我都有，然后你可以配这种小线，就是很漂亮的这个很 chubby 的这个线，我有一个蓝色的，还有一个粉色的。这个粉色是用来我充电脑的，因为它可以离电脑近一点嘛，充电脑的话就你不需要离得太远，就很方便。它一共是4个，80后的专属记忆主机。还有一个是这个图拉斯的这个旅行的便携的充电器，如果你只是旅行的时候想要给手机充个电的话，图拉斯这个特别好。终于进军亚马逊了。我去年买图拉斯东西啊，我还是回国的时候在美团上买的，现在在亚马逊上就可以直接买了，价格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基本上国内卖多少钱，美国就卖多少钱。它就这种抽绳的嘛，你看
抽出来，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抽回去，这边还能再插一个。平时的话你收好就把它扔到包里面，就可以随身携带。然后上次我还讲了一个魔术 wrap， 这是柯达出的，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相机还有镜头嘛，我就用它像包宝宝一样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相机这么包上，其实不需要带一个特别大的相机包，你只要把它包好之后，你把它塞到那个包里面就可以了。就有些你怕碰怕撞的这种精密仪器，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包。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眼镜盒，这个眼镜盒上次做夏日好物的时候有推荐，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希望每一个眼镜都带一个眼镜盒，我希望他们过集体生活。这里面是1、2、3、4、5个，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胶下的墨镜的话，因为胶下墨镜很小可以折嘛，就是它甚至一个里面可以放2个，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他们5个只要带一个眼镜布就行了，到时候一起擦。小小的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首饰包，这个首饰包也是超级好用，就特别便宜，在亚马逊上买的。因为我当时看首饰包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牌子，就很多很贵的，包括我自己有个 LV 的首饰盒，我之前还带，我后来想说真的是太善良也很麻烦。首饰盒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保护好首饰就行了，不要让它互相碰撞。但是呢，你也不想让它太支支棱棱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要看它小，它里面放了我基本上大部分的首饰。你这么一打开之后，里面就像那个拉手风琴一样，噼里啪啦就可以放那些手镯啊什么的，这个手链啊，每一个都可以往里放，就是还是挺方便的。它一人有一个夹，然后这边打开之后呢，就是因为我没有耳洞，所以呢，我这种放耳环的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放这种 pin 啊什么的。然后这边可以放一排戒指，我还没装满。然后这里面也可以放小戒指或者小耳环，这个小兜里面还可以放东西。然后它们都会隔开，所以它保护的特别的好。这个小包看似不起眼，其实能装超多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的化妆包，这化妆包我就不细讲了，因为我已经讲了好几期了。我记得还有粉丝给我留言说，自从买这个化妆包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好多颜色都想买，真的是他们一出新款就想买。我后来又买了好多，还在路上啊。它平铺的，你看你打开之后就平了，系上之后还可以这么拎。我会带一个旅行的这种便携式的镜子，这个镜子超好用，因为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宾馆化妆，卫生间那个镜子特难用，不好化妆。这个就是你打开就亮，你就可以照着它化妆。然后关键是它可以调到非常高。就是你可以立着它化妆，然后这个灯是可以调亮度的，也可以调颜色的，非常方便。关键是说它一折叠就很小，你这样随身带着就可以了。然后是我这个头发仪器专用包，它这个设计其实跟刚才那个也很像，它这样竖起来看是这么拎着的嘛，然后也是可以打开平铺的。这里面放的是所有我的这个卷发器，就是跟头发相关的。这包的好处就是首先呢，它很长，比如说我有些卷发的这种东西，它就特别长，普通的这种化妆包啊什么的，你不可能把它放进去，你肯定还是用一个专用的头发的。然后呢，它里面很够大，它有2格，里面还带了一个这种隔热的布，比如说你做头发或者是你个卷发棒啊什么太烫了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就可以了。你看我会带什么仪器啊？首先是这个 T3 的这个可以换头的这个卷发棒，因为我觉得比较方便，它是3个头嘛，你就不用带3个尺寸的卷发棒了，你只要换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带了一个最大的和一个最小的，最大的话就是可以卷大卷，然后小的话就可以垫发根啊什么的。还带了一个这个 GHD 的这个直发夹，这个是 Max， 就是最宽的那个版本，因为我觉得这个宽的版本它如果压直发的话，它做的很快。因为我们这次是回国嘛，回国的话就是 Dyson 的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不能变压的，比如说我最常用的那个 Air Wrap 我就不能带，就真的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我想说没有 Air Wrap 简直我头发就是屎一样。然后我今年决定，我一回上海第一件事我就买一个 Air Wrap 必须要用。然后戴森又出了一个新的那个特别小巧的这个旅行装的吹风机，这个特别小特别轻，然后它是带变压的，就是你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带着它。线终于没有那么长了，然后它很短，它是自带变压的，这应该是110伏到240伏的。然后呢，它虽然很小，但是风力也是很给力的，并且它这个头可以接大版的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吹风机头跟它是可以通用的，你可以把你家里的那种 attachment 接上它来使用，你看多小，真的很小很可爱。所以呢，至少今年我回去我就有戴森的吹风机了。OK，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小包，这个小包是我在那个瑞上面买的。你不看这么小，你把它打开之后，可以撑得非常的大，然后它本身还是有一点点防水的，然后能放很多东西。就是你知道吧，出门在外，就是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小包去放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小包我打算再买几个，一定会有时候用得上。因为当时我老公徒步之前，我就给他买了这个小包，他说你要这干啥？我用不上。结果回来跟我说，装的满的，太有用哦。然后最后我说一下这个 Away 的箱子，因为我们之前用的是那个Remova 那个 trunk 嘛，非常好用，就它很 boxy 很方，特别的能装。缺点就是容易一不小心就装超重了。然后呢，因为我已经有2个了嘛，然后我就想再买2个，我就觉得好贵啊，下不去手。然后我发现 Away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没有买，我这次就买了2个 Away 的箱子，买了一个海颜色的，刻的名字那个给我老公，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一个那个樱花粉，超级好看。然后拿到手之后，我觉得完全不比 Remova 差，真的很
好，它里面的格子其实是比 Remova 还要好的，因为 Remova 的那个格吧，就是它这么翻，特别的占地方，不科学。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翻，感觉科学一点，然后里面那个隔层好像也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可能以后到时候再做一个很细的测评吧，因为我接下来会做一期那个北美严选好物嘛，就是不议价好物，就有些东西你根本不需要付这么贵的品牌溢价。买那个Away 的箱子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有 Chase Sapphire 的话，他们现在是满500减200，然后那个大箱子呢是430多，我想说凑个单嘛，我就买了这个电脑包，意外的好，就很漂亮，而且我发现特好用。这边还有一个小拉锁，可以放一放数据线啊，放一放鼠标啊什么的，然后它也足够大，因为我的那个 MacBook 是16 inch 的，超级轻，真的是 Ultra Light，它还是打折，但是缺点就是不能退啊，就很适合凑单。OK， 那就是本期的旅行好物了，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Instagram Story 以及我的微信群，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